以3倍以上的兵力进攻阿夫迪夫卡，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场进攻已经成为俄军入侵以来损失最大的攻城战。面对局势的骤变，普京下令集结7万兵力，重兵进攻阿夫迪夫卡。与此同时，首批援乌的 F-16战机已经抵达乌克兰境内，数量虽然只有个位数，但依旧让俄军感受到危险，以至于绍伊古发出公开威胁。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俄乌最新资讯。相较于巴赫穆特市，阿夫迪夫卡的体量并不算太大，这只是一个小城，人口只有10几万。但由于其地理优势，距离顿涅茨克市只有不到20公里，成为俄乌双方必争之地。为了拿下阿夫迪夫卡，俄军出动了3倍于乌军的兵力围攻阿夫迪夫卡，但战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自从没了瓦格纳雇佣兵那种悍不畏死的冲锋之后，俄军在攻坚战中几乎没有任何亮眼的表现。在阿夫迪夫卡的战役中，仅不到1个月的时间，俄军就损失了数百辆坦克，士兵伤亡人数超过1万人。但至今连阿夫迪夫卡的城门都没有摸到，仍在郊外打炮战。可这只是一座面积29平方公里的卫星城而已。目前，焦化厂的垃圾山已经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这里交通要道众多，谁能控制这个据点，就能实现对阿夫迪夫卡城内所有进出口的掌控，甚至影响到了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安全。当然，垃圾山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交通互通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里是阿夫迪夫卡地区的最重要和最高的要地，控制这里就能拥有俯瞰全局的优势。此外，垃圾山所在地势险峻，设防极其便利。根据媒体报道，乌军在这里区域布置了多个据点。由于垃圾山周边地区地势复杂，使得乌军能够以逸待劳。为了能够包围顿巴斯地区的稳定，乌克兰守军利用垃圾山的复杂地形，采用娴熟的游击战术对抗俄军的猛烈进攻。过去几周时间内，俄军集结了数万兵力以及1000余辆坦克、装甲车，在空天军的掩护下，对乌军阵地发动了猛攻。乌克兰守军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时间伤亡不小，便放弃了部分阵地，剩余兵力坚守在关键阵地上。但好景不长，俄军致命缺点再次暴露。指挥不了，兵种协调不足，以及空天军缺乏精确制导炸弹。另外，作为攻坚核心的战斗步兵质量低下，8万顿巴斯老兵早已经全部打光，新装来的远东炮灰壮丁毫无战斗经验。在这场战役中，俄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大量装甲车辆被乌军破坏，最后不得不通过步兵进攻阿夫迪夫卡。目前，大规模的步兵部队已经被俄军调遣到了战区的外围。尽管俄罗斯并未给出确切的兵力，但依靠各种可靠的信息推测，这些部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万人以上。这个庞大的军事集结力量由多个部门组成，包括俄军格鲁乌特种部队、空降76师以及国民禁卫军，就连已经被收编的瓦格纳雇佣兵与车臣部队都被抽调参与此次行动。在庞大的炮火支援下，这些部队正在对焦化厂发动进攻。根据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战报，仅在某一天的接触内，俄乌双方就发起了50余次互相对抗，其中包括俄军对阿夫迪夫卡5个地区的进攻。这座人口只有10余万的小城，因为比邻顿涅茨克市，成为了战略要地。顿巴斯民兵与俄军攻打这座城市已经快10年了，但直到今天依旧在乌军手中。这是乌军打击顿涅茨克市的桥头堡，乌军完全可以在这里，只要占据阿夫迪夫卡，乌军手里的榴弹炮就可以随时轰炸顿涅茨克市，所以阿夫迪夫卡才会成为俄军眼中钉、肉中刺。不将其拔掉，俄军将永远无法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市。但自俄军入侵以来，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进展是最差的。入侵初期，俄军就占领了黑海沿岸2座港口城市，到了今年，瓦格纳占领了巴赫穆特。但除此之外，整个顿涅茨克州，俄军再也没有占领任何大型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至今都还没摸到。对俄军而言，拿下全部的顿涅茨克州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既然打不下大城市，那就选择软柿子捏，而俄军的选择就是阿夫迪夫卡。趁着中东局势爆发，美国军援倾向以色列，俄罗斯抓住机会集结了10万兵力，果断发起了阿夫迪夫卡战役。而当时驻守在此的乌克兰守军兵力只有2.5万人，算上增援来的兵力也只有3万余人而已，但依旧能将10万俄军拦在城外。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出现了无人机这种革命性武器。这种武器很廉价，却能赋予弱者无比强大的不对称能力。
无人机可以对战场实施全天候监控，俄军想要发动突然袭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对乌军非常有利，因为防守方大部分时间都是藏起来的，躲在掩体中。进攻方即便同样使用无人机，也很难探测到防守方的位置。但进攻方就不同了，乌东以平原为主，在进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掩体，只能依靠坦克、装甲车推进。一边是完全暴露的，另一边是藏起来的。这种敌在暗，我在明的进攻，无异于死亡冲锋。与此同时，乌军还能利用大口径的火炮在远距离上封锁战场，形成密集的火力墙。理论上来说，只要弹药储备足够多，任何坦克、装甲车都冲不过去。当初瓦格纳在进攻巴赫穆特时，之所以能突破苏勒达尔防线，核心就在于普利格金放弃了坦克、装甲突击，而是以单兵小组实施渗透式死亡冲锋，化整为零的进攻比纵队进攻更为分散，存活率也更高。但这种进攻需要极为优秀的集成指挥员，带着士兵一起冲锋。瓦格纳可以做到，因为瓦格纳队伍中有许多死囚，还有一堆经验丰富的老兵。但俄罗斯国防军受指挥体系所牵连，不可能有高层指挥官跟着士兵一起出生入死。即便基层士兵不爬起，但没有优秀的指挥员率领，也难以突进阿夫迪夫卡城内。打炮战，俄军有优势，可要占领城市，还是得把士兵送进城里去。但麻烦的是，俄军士兵根本进不了城。当然，乌克兰守军也有困境，那就是无论俄军从何方向进攻，乌军都必须调集部队进行支援。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俄军付出的代价不菲，俄军的境况也同样糟糕。与此同时 ，F-16战机抵达乌克兰境内了，这比外界传言的还要快。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11月1日晚上，有2辆卡车秘密从波兰出发，一路进入乌克兰境内。在车上装着的就是2架处于拆解状态的 F-16战机，并指出，在2架战斗机到货后，乌克兰境内一共有5架 F-16了。虽然数量不多，但泽连斯基一直等待的大宝贝终于到了。尽管有些人认为乌军目前接收的 F-16数量较少，并不足以扭转战局，但北约先进战机的出现仍然让俄罗斯感受到了威胁，可能会用来对抗俄罗斯的米格31截击机和 A-50预警机。F-16战机可以携带各种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反辐射导弹，甚至还能携带战术核弹头。这使得北约援助的 F-16战机成为潜在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此前，美国与其他北约国家都曾对外表示，乌克兰最早会在今年12月份或明年年初接收首批 F-16战机。如果现在采用蚂蚁搬家的秘密运输方式，确实能够把少量的 F-16送到乌军手中，对俄军发动突然袭击。因为北约国家此前就采用过类似的操作。就比如之前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关于是否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的援助问题仍在讨论过程中，具体交货时间还没有确定。但实际上，这款导弹早就已经秘密交付乌克兰，而乌军也利用这条欺骗性信息对俄军发动了突袭行动，摧毁多架俄军直升机。所以说，美国放出 F-16交付时间可能就是故伎重演，在释放烟雾弹的时候悄悄向乌军交付 F-16战机。此外，这种化整为零的运输方式也有可能是为了躲避俄军侦察与打击。一旦少量 F-16进入俄乌战场，就可以让乌军行动具备一定的突然性。乌军飞行员可以利用 F-16战机瞄准俄军高价值的空中目标，比如武装直升机。F-16完全可以做到突然现身，在发射完空导弹后立即撤退。F-16也可以挂载远程巡航导弹，打击高价值的俄军地面目标，这对俄罗斯来说将造成巨大威胁。当然，俄罗斯也发出了威胁。绍伊古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只需要短短20天就能击落乌军所有的 F-16。这种话听听就算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过去的几天俄乌战场还发生了哪些变化吧。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俄军仍在继续进攻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马林卡、沙赫塔尔斯克、库皮扬斯克以及扎波罗热前线，但都没有成功。在巴赫穆特前线，俄军试图仍在发动进攻，试图夺回克里希夫卡与安德里夫卡定居点附近失去的阵地。乌克兰守军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另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州的博赫达尼夫卡、赫罗莫夫以及皮夫登纳定居点附近对俄军进行了多次袭击行动。同时，乌军还在巴赫穆特以南组织反攻，并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在库皮扬斯克前线，赫尔蒂察作战战略小组责任区内的乌军击退了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辛基夫卡、彼得罗巴甫利夫卡以及伊万尼夫卡定居点附近的多次袭击。
在马林卡前线，俄军在克拉斯诺霍利夫卡和马林卡附近组织了近20次强行突击，但依旧未能打破乌军防御。毕竟马林卡紧邻亚速海，两者相距只有100多公里，所以俄罗斯非常重视对马林卡的争夺。一旦乌军从这里向亚速海推进，那俄军通往乌东四周的陆上通道也将被切断。在赫尔松前线，乌军炮兵正在利用远程炮火对俄军后方进行袭击，第聂伯河左岸局势依然紧张。俄军还未能将乌军从几个地区赶出桥头堡。目前乌军在继续向左岸调动部队，目前主要重点应该是推进到连接阿列什基与哥萨克营地的克林基的交通要道，这样就能让俄军分割成几个部分。总的来说，目前前线局势相对稳定，战况最激烈的仍是阿夫迪夫卡战场。尤其是普京下令重兵进攻阿夫迪夫卡之后，不知道双方在这片战场上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